白小妹，你别怪我多管闲事啊！我咨询过，在国内，男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其实租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有些男人还会租办公室来给自己撑门面。所以我相信你的王同学应该不是为了要骗你才租车的。曲潇潇这个大嘴巴什么都告诉你了。他连他的公司运营状况都告诉我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你的王同学是真心实意的待你，有没有车并不重要。安迪，你不懂。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，上海居大不易，想买套房子，首付就得100多万。对，我相信他不是故意在骗我。可是你想想，一个连宝马3系都买不起的人，怎么买得起房、养得起家呀？我要是真的有一天跟他结婚生孩子，总不能在出租屋里呀。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你买套房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，所以啊，你理解不了。我能够理解，人都是希望能够求安稳的，朝不保夕的感觉很不好。安迪，你放心，我可不是蕾丝边啊。你知道吗？我身边的人都指责我太爱自己、太自私了，搞得我坚持自己的需求就是个错误一样。可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，还怎么去爱别人呀？我不相信有什么无私的爱，人的本质不应该是利己主义吗？我不知道那么多的主意，那都是文科生该考虑的事情。我只知道，若有余力帮助他人，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了。不过，我倒有个疑虑，这个社会能够有实力的人也很少。那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你不愿意考虑跟一个人，比如说像你的王同学，你们一起合伙筑巢呢？合伙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。你看现在的法律还有社会舆论，都是只看到前面做事业的男人，而看不到承担整个大后方的女人。这女人既然有能力跟别人合伙，倒不如自己努力，这样既能赚得好生活，又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。要我说呀，女人最保险的就是打定主意依靠自己。可是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跟你王同学装作情侣状呢？因为老娘有一个荷尔蒙需要平衡一下啦。你不懂啊？我也不懂。这林师兄还真不错。小秋爷，你说你反应够迟钝的，我要不是把你及时拉住，你还去杵在那儿当电灯泡呢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那林师兄对小光有意思啊？我说的呢。不过也是，要是没意思，干嘛这么帮他呀？小关命真好，这么多男的追他，有房有车，这还是个记者，也不奇怪啊。大好青年大多都喜欢关关这样的女孩，家庭小康不复杂，以后父母生老病死也有保障。况且人工作也好，性格也好，娶妻如此，一劳永逸。也不会那么功利吧？小关一看就是那种家庭幸福里成长出来的孩子，温润如玉，谁不喜欢跟这样的女孩相处啊？那也是。哎，现在的男人一点都不傻呀，谈恋爱玩玩可以，真要是结婚啊，方方面面都得考虑。我都有点羡慕小关了。这种精英男就没有追我的，我就只能跟白渣男那种人混在一起。樊小妹，现在有点资产的年轻男人都那么走俏吗？当然了，现在男人相亲都得标上一条有房有车，这是相亲得以立项的基本条件。那要是有好房，有100万名车呢？哇，这简直就是相亲市场上的唐僧肉，身边无数个倒贴的小姑娘，知道吗？这种男人啊，一般性的眼里只有刚出校门的小鲜肉，但真要是谈婚论嫁，还得是门当户对的白富美。像我啊，根本想都不敢想。樊姐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你说如果刚才楼下那女的上来找我，我很客气的跟她说话，并跟她说出实情，那我们俩是不是就不会吵架了？可是你想过没有啊？
万一漏水的原因没那么简单，责任就全是咱们负。万一楼下看咱们好商量，狮子大开口，让我们赔偿怎么办？万一物业看我们好欺负，说话不像现在这么不偏不倚，又怎么办？今天呀，幸亏你冲上前跟他们吵了一架，让他们知难而退，否则不定怎么样呢。所以你立头功，但是小秋野，以后说话跟林师兄学学，话中有话，话里暗暗警告他们。楼上至此，安迪才明白，樊胜美如此谙熟人情世故，为什么却只混了个中游当当？原来是个办公室游子。安迪不由得替他可惜，有心提点一二，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我吃饱了，回去看那师傅弄怎么样了啊？该走了。谢谢安迪。又回去当电灯泡了，这孩子真的是四处当电灯泡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让他们发展的慢一些。男人太容易得到手，就会不珍惜的。樊小妹，我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。如果有个人，他很认真的追求我，处处都为我着想，你说我该不该接受他？上次提到的那个瑞兄，是他。之前我跟他说过一些我的事情，他因此断言我喜欢他。而且上一次有人在网上攻击我，他专门从国外赶回来向我表白。他说他等我的答案。可是我又害怕你对他只是好感，或者友情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之前没有过跟别人相处的经验，我怕如果只是一个误会，我会拖累他。看样子你并不排斥他对你的追求，所以我建议你享受追求，尝试发展。不过有一点，千万不要投入太多。男女恋爱就像是两军博弈，投入的太多就容易受伤。所以呢，适当的保守一点，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就像你和你的王同学那样。安迪，我把你当朋友，所以就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，也会尽量的偏向你一些。你不会觉得我太自私了吧？没有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这个我不会去评价。当然，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不会随波逐流，只考虑自己，也是还要负责任的吧？那边可能好了，我先回去看看，然后帮关关送送林师兄啊。哎，我帮你收拾一下。不用，刚才我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啊。你想多了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在，可能楼下还会找事儿。拜拜。